我敢說，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火箭回收這麼關鍵硬核的技術，美國為什麼不讓 NASA 自己搞，而是心甘情願地讓馬斯克的 SpaceX 來做？難道美國政府就不怕把這麼關鍵的航天技術交到一家私人公司手裡嗎？還是說堂堂的 NASA 真的不如天賦異稟的馬斯克？這背後到底隱藏着什麼秘密？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事兒。先說一個最容易誤解的地方，火箭回收 NASA 並不是沒做過，恰恰相反，在 SpaceX 出現之前幾十年，美國就已經在琢磨怎麼讓飛上天的東西再飛回來，而且還不止一次嘗試。最典型的就是航天飛机。1981年，哥倫比亞號第一次升空，它和傳統的一次性火箭不一樣，航天飛機的軌道器可以返回地球，固體助推器可以回收，主發動機也可以重複使用。從理念上看，這已經是可重複使用的航天器了。但問題也慢慢暴露出來，因為能重複使用和能低成本重複使用完全是两回事儿。航天飛機每次回来以後都需要進行複雜檢查、維修和翻修，特別是隔熱系統、發動機等關鍵部位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時間。所以它確實實現了重複使用，卻沒有真正把航天運輸變成一種像航空客機那樣的高頻低成本運營。關於航天飛機的詳細介紹，我之前專門做過一期視頻，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看一下。不過這也給 NASA 上了一課，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把東西從天上弄回来，而是回来以後能不能很快、很便宜的再飛一次。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0年代，美国已經開始嘗試一種今天看起来非常熟悉的方案，這就是 DCX。DCX 最初由美国國防部門支持，麥道公司負責研制，後來 NASA 接手並繼續推進相關技術。它是一種實驗性的可重複使用飛行器。怎麼飛？很簡單，豎着起飛，飛起來，然後再豎着降回來。是不是聽起來特別像今天的 SpaceX？ 1993年 DCX 開始進行飛行測試，它最重要的意義不是運貨，也不是把宇航員送進軌道，而是驗證一個概念，這種垂直起飛、垂直降落的可重複使用方案到底能不能做出来？答案是可以。所以你今天看到猎鷹9號1級火箭從天上回来，精準落到着陸區，並不是美國第一次想到這個辦法。這個思路幾十年前就已經有人試過。但這裡一定要注意， DCX 不是今天的獵鷹9號，它沒有把大型軌道級火箭的低成本商業複用解決掉，它更像一個技術驗證器。美國後來還繼續推進了 DCXA、X33、X34 等一系列可重複使用航天技術項目。有些驗證了技術，有些因為工程難題、成本或者技術路線問題最終取消。也就是說，在 SpaceX 真正崛起之前，美國已經花了幾十年研究可重複使用。可是問題始終卡在那裡。到底卡在哪裡？不是能不能回來，而是3個字：經濟性。你想象一下，如果1枚火箭造出來要花很多錢，為了讓它回來，你得給它增加燃料、控制系統、着陸設備，還可能損失一部分運力。回來以後又要檢查發動機、結構、隔熱系統。如果1年只發射幾次，那你辛辛苦苦把火箭收回來，最後發現維修和管理的成本可能並沒有比重新造1枚火箭便宜多少。那回收還有什麼意義？這其實也是航天飛機留下的重要教訓。所以真正的問題變成了怎樣讓火箭不僅能回收，而且能高頻率的回收、快速檢查、快速再次發射，並且真的省錢。而這時候 SpaceX 橫空出世了。SpaceX 和 NASA 最大的區別不只是技術路線不同，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商業動機。NASA 不是一家靠發射火箭賺錢的公司， NASA 的任務是科學研究、深空探索、載人航天以及承擔美国的國家航天任務。但 SpaceX 不一樣，它必須賺錢。如果 SpaceX 能把1枚火箭反复使用，那麼它就可能用更低的成本發射更多衛星，獲得更強的市場競爭力。所以對 SpaceX 來說，火箭回收不是一個有沒有興趣研究的科研項目，而是一場直接關係公司生存和競爭力的豪賭。這也改变了他面對失敗的方式。2015年前後 ，SpaceX 開始嘗試讓獵鷹9號火箭1級返回，失敗再試，又失敗，繼續改，繼續飛。
終於，2015年12月，獵鷹9號首次成功完成軌道級任務後的一級陸地軟着陸，後來又不斷改進，着陸次數越來越多，重複使用次數越來越高，最終，火箭回收從一個實驗項目變成了真正可以反覆運行的商業能力。所以現在回頭看 ，SpaceX 真正厲害的地方，並不是他第一個想到把火箭收回來，而是他把幾個過去很難同時做到的事情組合到了一起：可回收、可重複使用、高頻發射、快速周轉，商業上還能賺錢，這才是真正改變航天產業的地方。說到這裡，有人就要問了 ：SpaceX 這麼厲害，是不是 NASA 把技術偷摸讓給馬斯克了？明確回答，不是。SpaceX 的獵鷹9號可重複使用技術，主要是 SpaceX 自己研發、自己試錯、自己承擔工程風險發展出來的。NASA 並沒有把一套火箭回收技術交給馬斯克，但反過來也不能說 SpaceX 完全靠自己，美國政府一點沒幫忙。同樣不準確，因為 NASA 後來通過商業貨運、商業載人航天等項目，給 SpaceX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合同和市場。簡單說 ，NASA 需要把貨物宇航員送到太空 ，SpaceX 說：“我可以提供服務。”NASA 說：“那我購買你的服務。”於是出現了一種和過去很不一樣的關係：政府不一定親自造，而是提出需求、提供合同、制定標準、進行監管；企業負責設計、製造、試驗和運營。這就是美國商業航天非常重要的一種模式。所以 ，NASA 真正需要掌握的東西，並不一定是獵鷹9號火箭每一顆螺絲怎麼設計，而是美國有沒有可靠的進入太空能力，有沒有商業發射能力，有沒有國家安全發射能力，有沒有載人航天能力，有沒有多個供應商可以相互競爭。關鍵時候，美國政府能不能調動這些能力？如果這些東西都在掌握之中，那麼從國家戰略角度看，政府就沒有必要親自經營一家 NASA 版的 SpaceX。就像美國政府需要飛機，並不意味着政府必須自己生產波音飛機。同樣 ，NASA 需要火箭，也不意味着 NASA 必須自己造一枚獵鷹9號。所以回到開頭那個問題，為什麼 NASA 不自己發展火箭回收，而是讓馬斯克的 SpaceX 來做？我覺得更準確的答案其實是 NASA 不是沒有發展過。美國早就研究了幾十年，航天飛機證明了重複使用可以實現 ，DCX 等項目證明了垂直起降具有技術可行性。但過去真正沒有解決的是怎樣把可重複使用做成低成本、高頻率、商業上可持續的運輸體系。這件事情後來由馬首富的 SpaceX 完成了關鍵突破。所以 NASA 並不是把一項重要技術讓給了馬斯克，而是美國航天體系換了一種思路，國家負責戰略目標和規則，商業公司負責把技術變成產品和服務。我認為這背後其實藏着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個國家掌握一項關鍵技術，到底意味着是必須親自製造它呢？還是說，只要國家能夠掌握需求、規則、資源和最終調動這種能力的權利，讓最有動力、最能快速試錯的企業去完成工程突破，反而可能是一種更高效的方式。而這也正是中美火箭回收模式最值得比較的地方。下一期我們將深度對比，同樣是可重複使用火箭賽道，中國為什麼堅持國家隊兜底、商業航天突圍的雙軌模式？兩種模式孰優孰劣呢？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